核武器是怎样的存在？核武器有没有保质期？如果到了保质期，该作何应对？我们都知道，随着现今时代的发展，世界各国为了自身实力的壮大与发展，而且想要对其他国家起到战略威慑作用，因此很多国家都致力于对核武器的研究。因为有了核武器，就有了底气，且有了更多的说话权，并且也能够对其他国家形成巨大的核威慑，从而使得自己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但是核武器作为地表最强武器，其杀伤力无疑是相当巨大的，因此各个国家只将其作为是一种战略威慑性武器，没有特殊的和国家危机的情况，一般都不会轻易去使用，因为都知道核武器的威力巨大，因此对于核武器的使用也是十分谨慎。此外，由于要成功研制出核武器具有较高的难度，因此对很多国家而言都不具备研制核武器的能力和条件，而且要研制核武器还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还需要完备的技术，因此不是一般国家所可以拥有的。因此包括联合国5常国家在内，全球也仅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在意识到核武器产生的辐射能给人类带来巨大危害之后，各国就改变了武器研发的侧重点，逐步减少核武器污染的同时，让其具有更大的威力。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专业人士分析，当前全世界拥有的核弹头总数大约为15000枚，其中英俄两国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美国有6186枚核弹，俄罗斯有6521枚，所以美俄两国在核武器的数量上可以说是冠居全球，处于绝对的领先优势。由于美俄两国有如此多的核武器，此前美国和俄罗斯一直在谈判削减核武器的问题，也有签订相关的协议。美国本来还想将中国拉进他们的协议，但是中国肯定是不会加入，因为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完全没有美俄多，因此中国只是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才去研制核武器，这只是一种自我防护的方式。不过对于美俄来说，他们才是应该要削减核武器的，因为美俄拥有的超大数量的核武器，所以这也将会对世界的和平产生较大影响，并可能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威胁。因此美俄都应该大幅度削减自己的核武器数量，以此来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此外，虽然美俄拥有超多数量的核武器，但是他们确实也不会随意去使用核武器，只能将其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而一直储备着。对此有人发出疑问，美俄拥有如此多的核武器，如果放在那里长时间不用，核武器是否会失效过期呢？对于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据悉，核武器是利用能自持进行的原子核裂变或核聚变反应瞬间释放的巨大的能量产生爆炸，并具有大规模毁坏破坏效应的武器。核武器也叫做核子武器或原子武器。从广义上说，核武器是指包括投掷或发射系统在内的具有作战能力的核武器系统。从狭义上说，核武器是指由核战斗部与制导、突防等装置装入弹头壳体组成的核弹。核武器和战斗部的主体是核爆炸装置，简称核装置。核装置与引爆控制系统等一起组成核战斗部，从而将核战斗部与制导、突防等装置装入弹头壳体，即构成弹道导弹的核弹头。核弹头则由壳体、核装药和热核装药、引爆控制系统、核电源等组成。虽然核弹内的燃料铀235不239的半衰期很长，但是核武器同其他复杂产品一样，其中的放射性核材料、有机材料等，时间长了都会改变内部结构的状态，从而使核武器的使用受到影响。加之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核弹头中配置的高精密机械电子装置、弹道计算机以及电子元器件、其他金属塑料零部件等，都是有规定的保质期。只要有一个零部件过了保质期，就会对核弹头的性能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甚至会使得核武器完全失去效用，从而成为摆设。因此，如果核武器放在那里长时间不使用，就有可能会超过它的保质期，且核弹头的使用寿命大概在20年左右。
但是核弹头的保质期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如果对核弹头进行精密的保存和保养，那么就可能会大大提升核弹头的使用寿命，从而可以节省较多生产成本。当然，如果核弹头过期了，那么就需要对其进行更换、维护老化部件或进行拆解，将其中用来引爆的常规弹药取出来，进行分解成核部件和非核部件，随后对各零件进行循环再利用或销毁，以此来减少核污染，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因此，为了要持续保持核武器的数量和对其他国家的核威胁，此时就需要有明晰的核武器发展规划，将每款核武器的生产时间记录在册，并记下其到期的日期，以便可以对其进行更换，以免在过了保质期后还不对其进行妥善处理，那么将会对军事力量发展产生较大影响。随着旧的核武器退役，暗面就要继续研制新的核武器，以此来维护数量的平衡，这样才能确保低限度的核力量。这就使得在核武器上拥有的超多数量核武器的美俄，需要在核武器的研发和销毁中支出大量军费，以此来供给核武器的日常开销，用于核武器相关部件进行维护或者更换。此外，据消息称，俄罗斯每年会将军费的一部分用在对核弹的处理上。由于核武器的制造成本较高，许多小国根本负担不起。据相关资料显示，俄罗斯每年军费中的1/3都会用来维修保养核弹头，美国则是单独划出400亿美元左右作为核弹头的维护费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和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器中，每3000多枚核弹中，可能就有1000多枚核弹已经超过了70年。因此，美俄两国在核武器的开发和维护上承担了巨大的开支，这使得美俄两国在核武器的拥有上也将为其发展带来较大影响。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不仅研制核武器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就连对核武器的维护和保养也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以此来维护核武器的日常开销，这也是相当惊人的数目。对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各国对于在核武器的发展上也应该要十分谨慎，因为虽然核武器威力巨大，作为一种威慑性武器，其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其背后都存在的较大难处，这也使得各国国家将在核武器的发展上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应该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便可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也是核武器存在的巨大意义。